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的下一段恋情，母胎 solo 能脱单吗？大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爱情指引和爱情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解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是星币7的逆位。这7颗星币是你们还没有放下关于过去的某些回忆，过去像一条绳索一样把你们捆住。但是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跑道，前方还有很多美好在等着你们。关于过去的回忆，有些人与其惋惜不能再见，不如感恩能够遇到。而第二张牌呢，我看到了在未来你们会遇到的一个桃花。那么正义牌所代表的桃花颜值极高，属于外冷内热的类型看起来总是一本正经。尤其在工作的时候对方手里拿着的这把宝剑是他所从事的工作有关法律，或者说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也有可能是从事着某种门槛非常高的科研工作。对方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在感情方面可能就相当于是一个情感白痴。那这个桃花对应的是风象星座，可能是天秤座、双子座或者说水瓶座，拥有极高的智商、逻辑思维能力。而在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他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极高，会有一点点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而这张圣杯8代表的是你遇到对方的时机，是你们在放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些东西，去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们去到一个更高处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你们在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遇到正义牌所代表的这个桃花。对方会出现在你们追逐自己人生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是一个不期而至的惊喜，在你们专注自我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桃花。当你们能够明白，在这个苦乐参半的人生当中，有些事情如果你们能够做到顺其自然，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和执念，那么美好的感情自然而然就会到来。而这张星币4呢，代表的是其实你们在当下也会有一点恐惧和回避，因为星币4就代表的是你们正处在一种非常谨慎和保守的状态当中。你们现在想要去做点什么，想要去改变现状，但是又害怕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反而让现状变得更糟糕。所以说这张星币4也代表的是你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或者说不安。那这张宝剑五代表的是你们现在身边有一些你们不知道的秘密正在慢慢的浮出水面。而宝剑五也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的人际关系当中曾经受到过一些欺骗甚至是背叛，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处在这种非常保守和谨慎的状态当中。而我们抽到的这一张宝剑4呢，其实这张牌不仅仅对应的是你们未来所遇到的那个桃花，它有一些自我封闭。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当下的现状你们这个人身下的这把宝剑代表的是你们没有释放的情绪和执念，也会让你们在接下来有这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而接下来的这5张爱之神谕卡呢，是你们未来的感情发展大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指引和建议第一张牌就是 passion， 热情和激情我们在牌面当中抽到的那张正义牌代表的是未来你们所遇到的那个桃花和你们将会是一见钟情虽然说你们在过去曾经受到过一些伤害但是你们依然拥有一颗炙热的心，永远相信美好的爱情即将发生。而向你们走来的那个桃花即将奔赴而来的爱情能量就是吸引力法则对你们内心愿望的一种回应。而一段美好的感情会让你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第二张牌呢是 forgiving and learning， 你们会从过去的那段关系当中得到解脱，并且从中得到成长。而成长本身它就需要穿越一些痛苦。
并且超越那些痛苦啊，去克服那些痛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不仅仅你们会慢慢的学会如何去爱自己，而学会如何爱自己是贯穿一生的课题。当我们能够全然的爱自己的时候啊，这种爱就能够由内而外自发的产生，这会让你们整个人都发出光来，吸引到对的人来到身边。第3张牌呢是 Deception。你们现在可能没有真正的直面自己啊，你们还在欺骗自己，你们还在不断的否定和质疑自己，你们没有做到真正的与自己和解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逃避，我们会选择视而不见，但是我们越逃避啊，问题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当我们真正鼓起勇气去直视那些我们逃避的问题的时候啊，这种恐惧啊，直面自我的恐惧反而会消失。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看谁最有勇气直面真正的自我，不对自己撒谎。而第4张牌是 Attraction。Attraction 一种吸引力啊，其实你们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光芒，能够吸引到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啊。你们2个人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既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又能够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发现更好的自己。而第5张牌 Trust 是一种深深根植的希望感啊，这种希望感来源于信任本身，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即将发生的那段爱情，它能够给你们一种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给予彼此深深的希望感和信任，而这种信任能够让你们重新充满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啊，不要追逐爱情本身，而要让爱情来追逐你们。你们只需要变成更好的自己，全然的关注自己在当下的状态和感受，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会到来的，会拥有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女皇牌。你们未来的桃花运势可能会比你们想象的要更好，因为女皇牌代表的是富足啊，也就是说在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桃花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会被你们自身的这种丰盛且富足的特质所吸引啊，它们正在加速的向你涌来。第2张牌星币8。星币8对应的是你们近期的恋爱运势。可能你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和学业所填满，无暇恋爱，也无暇认识到新的桃花。所以说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一直都没有找到关于你们感情和个人发展方面的平衡啊，你们一直都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当中。你们可能为了自己的个人发展，某种程度上丢掉了自己的生活和爱情。而第3张牌和第4张牌呢，是你们未来会出现的2个桃花。那首先是这张宝剑侍卫。宝剑侍卫代表的桃花呢，是一个所对应的是风象星座和风象特质啊，可能是双子座、天秤座或者说水瓶座。追求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拥有很叛逆的一面啊，不会被社会的传统规则所束缚，喜欢天马行空的思考，是一个冒险主义者。那么这个桃花的出现会给你们的人生，给你们现在重复与循环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第2个桃花呢是魔术师，一个追求极致的自律的完美主义者，拥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桃花。那这个桃花它可能是你们在参加的某个正式的活动当中遇到的对方。当然这个魔术师所代表的桃花会有一些缺点啊，在一段关系当中会比较强势，会有一些自我。所以说这个魔术师身上啊，他会有一种很深的矛盾存在啊。这个魔术师他可能既自卑又自负。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其实对应的是你们啊。第1张牌星币2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啊，总是在2种极端的情绪当中来回的波动。而教皇牌呢，对应的是你们一直都处在一种很强的社会规则的束缚和限制当中。
你们一直都是在被推着向前走的，被这个社会，身边人的期望所限制。而这张宝剑七呢，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自身一直都在负重前行。这7把宝剑啊，是你们隐藏的心事和秘密。而我看到一直以来你们恋爱运势不顺利的原因啊，也是因为你们一直都处在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当中。而我们抽到的这5张天使神谕卡是大天使给你们的一些爱情指引和爱情建议。第一张牌是 Chemistry， 代表的是，我们在这组占卜当中抽到的这2个桃花，其中一个会和你产生很强烈的化学反应。这种强烈的化学反应啊，在你们见到彼此的第一眼，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因为你们会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你们的灵魂从未有过交集，但是却能够产生某种共鸣，因为对方身上有着和你们类似的某种性格特质，但是又拥有一些你们没有，但是又渴望拥有的特质。而第2张牌呢是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s， 你们2个人彼此感情的推进是依靠深度的心与心的沟通来完成的。第3张牌呢 Very Soon，这张牌有2个层面的解读啊。第一个层面的解读是你们2个人可能会在近期就遇到对方，而第2个层面的解读是，当你们遇到对方后啊，会迅速的坠入爱河。而第4张牌是 Calling in your soulmate， 大天使正在呼唤你们的灵魂伴侣来到你们的身边，请你们保持期待，保持相信。第5张牌啊 ，It is safe for you to love。对于你们来说，下一段感情是安全的，你们可以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不必恐惧，也不必回避。要相信那个灵魂伴侣身上有着相似的灵魂，你们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相似的灵魂能够让你们彼此都得到慰藉，看到和感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这种精神状态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会得到升华。你们遇到对方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只要对方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你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你们要相信你们在未来会拥有一段有回应的双向奔赴的恋情，因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力量。当你们真正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就真的会在未来发生。你相信的就是你即将要体验的，而你选择的就是你要成为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3，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桃花会出现在一个演讲啊，或者说工作报告上。你们会因为学业或者说事业上参加的某个活动而认识到对方啊。这张星币3就代表的是在未来你们事业学业发展上会出现的桃花。第2张牌女祭司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灵性智慧，你们拥有远超于自身年龄的某种智慧与成熟。而这张女祭司也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矛盾啊，你们是一个既骄傲又自卑的个体，你们的骄傲让你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时刻坚守自己的底线啊，在爱情当中从不妥协，也从不将就。你们的自卑又能够让你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别人，所以说你们的本质是非常聪慧的，能够一眼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啊，能够一眼看到事情的本质，但是又会选择看破不说破。在爱情当中，你们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的内核依旧温暖，只是在感情当中，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不愿意再向外界散发自己的光与热。第3张牌圣杯的逆位啊，你们可能不是很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逆位的圣杯也代表的是在过去的一段关系当中，有一些话你们没有说出口而造成的遗憾。圣杯的逆位也代表的是这种充沛的感情流动受到了阻碍，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仅仅是在当下可能会失去这种感受幸福和美好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在赶一趟又一趟的列车啊，但是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第4张牌圣杯的逆位，
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关于你们人生当中得与失的平衡啊，你们在过去失去的，在未来会以一种你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得到。而当你们在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呢，这组占卜当中的那个桃花会出现。你以为你们蜷缩在一个看不见光的角落当中，但是对方会提着灯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而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是对方所具备的特质啊，无论是圣杯十还是圣杯国王啊，对方所具备的特质都是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可能是巨蟹座、天蝎座或者说双鱼座。那么这个圣杯国王呢，他自身携带着一种非常自信的气场，携带着某种温柔且疗愈的能量，善于沟通，善于换位思考啊。这个人的出现能够给你们带来一种极大的情绪上的慰藉。你们在当下所追寻的爱情啊，在未来必将会寻你们而来。而这张圣杯十也代表的是对方所拥有的某种精神上的财富，或者说他自身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自信而大方的气场。而接下来的这5张牌呢，是大天使给予你们的爱情指引和爱情建议。第1张牌 Express your love， 表达你们的情绪和感受，向你们喜欢的人表达你们的爱啊，因为表达本身就能够让你们自身的生命和灵魂完全舒展开来，表达本身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不要让自己羞于表达，说出来人生才没有遗憾。第2张牌 Finances and Career， 你们现在要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啊，因为美好的感情是建立在独立的个体和经济基础上的，自然而然所结出的果实。你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们在爱情之外拥有多少，决定了你们能够拥有多少爱情。第3张牌 Codependency， 在未来的感情当中，你们2个人是能够彼此依靠的，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极大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能够让你们在这个可怕的世界当中去发现那些零星的、令人惊叹的美好。第4张牌呢？和第5张牌啊，一个是 children， 还有一个是 playfulness。这张牌啊，这2张牌让我看到了关于你们未来的感情啊，美好的感情其实并不会让你们走向复杂，它会让你们重新抵达天真。你们2个人就像2个小孩子一样，围着爱情的这个糖果罐，去尝糖果罐里边的糖果究竟有多甜。对方的出现会让你们看到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请你们相信未来的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我们看到第4组牌的前2张牌权杖5和权杖1，代表的是权杖5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可能正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或者说人际关系的漩涡当中啊。那权杖5也可以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面临到一个极其重要的考试、竞争或者说选拔。权杖1代表的是你们的人生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机会，某个人向你们抛出的橄榄枝，让你们去到更高处，拥有新的人生。而我们抽到的第3张牌权杖3代表的是关于未来，会有一个站在更高处的桃花在等着你们，它可能对应的是火象星座狮子座、白羊座或者说射手座。你们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自我封闭，但是非常的优秀。你们之间的互动和聊天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你们能够强烈的感受到对方身上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意志和自律他是一个话不是很多的行动派。而对方被你们吸引呢，是你们身上所具备的某种愚人的特质。你们内心深处其实携带着某种轻盈且灵动的力量。你们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虽然说你们嘴上一直在抱怨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一直都很艰难，但是你们其实从来都不会放弃从生活本身当中去寻找意义，去寻找关于人生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所以说这张愚人牌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不抛弃不放弃，依然会从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令人赞叹的美好和属于当下的意义。
这是你们能够彼此遇到、互相吸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条件。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三呢，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的亲密关系当中曾经遭受的伤害，或者说这张宝剑三代表的是你们从小到大成长起来的原生家庭曾经给你们造成的一些创伤，它会让你们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面出现一些问题。而吊人牌呢，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整个人是不自由的，受到束缚的，被绑在木桩上。这也是你们恋爱运势受到束缚的原因啊，因为你们现在本来就是不自由的，你们也没有办法开展一段自由的恋爱，因为你们现在自身的学习和工作的圈子比较小啊，能够接触到的桃花也是有限的。如果想要尽快的摆脱当下的困境，你们需要利用自身的勇气，主动的去做出一些改变。那么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几张，天使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 Worth Waiting For。那个未来正在向你们奔赴而来的桃花，是值得你们等待的。第二张牌呢 ，Make the effort。也就是说，为了未来那个人生伴侣啊，他值得你们去做出一些努力，先变成更好的自己啊。如果你们想收获一段满意的关系，你们需要先收获一个满意的自己。真正的爱是可以为了更长远的未来而放弃暂时的欢愉的。我们的感情不求当下，只求未来啊。毕竟与往后的一生相比，眼下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而第三张牌是 Past Life Relationship。也就是说，你们未来遇到的那个伴侣，他是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你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为了更加靠近他，因为你们两个人在前世就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第四张牌呢 ，Love yourself first。无论在任何关系当中，你们都要爱自己啊，因为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未来而忧虑。现在的我只活在一切正发生的当下，今天我就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做完美。而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今天我开始明白，这是自爱。而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一种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而当你们真正成长起来，那未来那个人生伴侣就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并且他会和你们走入到一段婚姻 wedding。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努力的去获得你们人格的发展，去激发你们本能中所拥有的，不断朝着更完善的自己发展的动力。然后你的改变会改变你的外在关系，你所期待的美好的关系会变成自然而然结成的果实。所以请你们记住啊，所有的美好都源自于你相信你值得。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